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20号。昨天比特币是插了一根很长的针啊，这一根单针探底的 K 线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解读？现在也是发现日线级别有一个下降楔形的看涨形态。至于它上涨的目标，我们可不可以参考之前比特币在高位 25K 的时候，也是有跟大家发现一个上升楔形的看跌形态。只是我也没有去做空，我没想到它真的会跌得这么深。最近很多空方的朋友也是看不习惯我的视频，我是觉得你可以不用看我的视频。很多人是在讲比特币要去15000，我就觉得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会跌到15000，甚至18000、5000，我还觉得比特币有可能会磨零。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它在这个区间里面，就是有很多多方抵抗的迹象，甚至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一个周线的吞噬。高手应该看得懂，那不是一个吞噬。昨天视频已经跟大家讲了，那今天要再来聊一下。现在是一根插针，短期它又停顿掉，到底是在干嘛？主力这个位置是一直在使坏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参考之前的这一个平台破位翻上去，它这边停顿的一根，这一根停顿是不是类似这一根停顿？目的为了等什么？22号的凌晨，美联储肯定要再加息，是不是要再走一次？加息不跌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NOK 永久返佣20%，或者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验证啊。那我们来到盘面看一下这一根针，这一根单针探底，很明显嘛，这一个下影线是超过这一个实体的1倍以上，那你就不要怀疑，这就是 K 线组里面非常强的一个单针探底。单针探底，而且是带大量，那就说明昨天下影线在这个位置卖比特币，甚至去做空比特币的，全部被主力给洗下车了。洗下车，那短期它停顿，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当时这边不是也是一个破底方，破底这边是抵抗以后，它第二根是停顿了一次，有一个下影线，所以我们不排除去观察一下，它还有没有可能再去测这个下影线的支撑，我们就要观察4个小时。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边基本上是把这几个大量的位置全部给盖住。那我的观点是，如果最弱的情况，它有没有可能复制之前的这个平台？我们可以拉近一点，就当时这个平台破位的时候，上去这边再整理了1天左右啊，这边就类似一个杯柄。当时视频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边有个杯柄，如果是真的再过这一个19500，有可能要开启一个井喷的走势，就是你空方最后的防线。那短期我们就尽量观察一下，它这边会不会画一个杯子，画一个饼，或者是甚至22号肯定是要加息，因为全市场的散户都知道。那有没有可能加息，它就是再跌一下，或者是19000？我的观点是这边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区，这边是不是要再破一次，或者这边画一个杯饼，然后这样子突破上去？因为你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是已经早就把这个平台下沿高点都已经挑战了，但是还没有过去啊，还没有进去啊，不是很明显啊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如果是真的这样子走的话，有可能就是会再过这个平台，因为破底翻，什么是破底翻？就是这个底部要破了以后再翻上去，就是要翻过这个平台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不排除就可能就翻过这个平台。那有没有更高的平台的位置？我是觉得可能不止这个平台要翻，还有一个位置。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，就这个高点，我可能感觉都不是一个目标位。下降楔形，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楔形看你是看上涨的楔形还是下降的楔形。上涨的楔形一般可能会跌到这个73点，那下降的楔形有可能回到这个起跌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当时的这个上升楔形，视频在8月12号的时候也是有跟朋友们提醒过，这边是有一个上升的楔形，计划的目标有可能是25K， 但是我也是没有去做空，因为计划是可能估计这整个区间都是会是一个底部，只是没想到它会真的压得这么深。我也是想啊，我早知道在25K 去做空，来到这个位置再接回来，或者是这个位置再接回来。计划就是它可能是要筑底，那你也不排除它如果真的这样子直接再喷上去呢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？有时候你如果真的在这个位置做空，也是怕会被嘎死掉，所以可能就乖乖的在这个位置。我的观点是，还是既然计划是可能是这边有主力筑底，或者是微科夫的筹码积累区的迹象，那我的观点就是我是不选择做空。那还有一点，昨天有讲到的那个周线不是有跟朋友们讲吗？这个你要看空方的吞噬，其实它不是一个空方的吞噬，
相信高手应该也是有听过，跌到末端的时候有一个上涨，还有一种 K 线这是一个上涨的 K 线，那再走了一个下跌的包容线，这种就是有一点类似包容线。我不知道那些看空的人，我知道都是在解读就是一个吞噬，这么低档的位置什么吞噬啊？空间高档的位置才叫吞噬，低档的位置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干嘛要理解为吞噬？有可能再下去它的空间也不一定会升哦，就类似之前的几个低点位置，昨天已经跟大家讲的很明确了嘛。这也是一个，我也是说成一个空方的吞噬，其实它是一个包容线啊，它后面是也跌得不深啊，或者是这是19年了，那还有一个位置就昨天跟大家讲的，就是比特币在15年的这个底部的位置，它也是一个包容线啊。你要说成空方的吞噬也是可以啊。它下跌后面是再跌了多少？这一根是周线6%，后面这一根是1%，就跌了7%，只是在这边稳区间啊，后面上去挑战了这个高点，但是还有利空再破了前面的这个低点，所以现在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如果筹码有买的话，尽量拿住吧，不排除现在是收了一个针，那就说明下方的筹码全部已经出去了。那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压回？你就尽量观察。而且昨天其实有很多迹象，不要在背离的位置再去做空比特币啊。破低指标有没有破低？没破低。指标有没有破低？没有破低。3重背离啊。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低，那指标一个高点的再走高，就是这样子嘛。尽量，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你如果还要再等的话，那就不然观察一下，看这边还有没有压回的背饼，就4个小时里面有没有背饼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